做自由的模型，听 C 狗为您分享。Hello， 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这一期的模型分享。本期要和各位分享的就是高高的 HG 观星者。这款模型目前的售价应该是在19元到20元之间，相对来说呢，算是目前高高 HG 里边有货一个比较价格稳定的东西。那么这款模型啊，其实我们简单的打开盒子来看一下里边的板件。首先呢，就是一个简简单单的说明书了，而且内部的板件容量呢，其实也不算特别多。那么里边啊也是附带了2张贴纸，其中呢就是这么一张正常的黑色补色贴纸了。然后我这个眼睛可以说呢已经歪的有点离谱了，所以说到时候眼睛肯定直接补色了。然后这款模型呢也是附带了一个合金小铁桩，后面呢还有一个金色贴纸，到时候我们再看。板件部分其实一看上去就知道是高高的那种油油的质感了，和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一些带有磨砂质感的模型呢，其实还是不太一样的。但是整体的板件质量其实看上去相对来说呢，还算是比较厚实。细节的话，相对来说，因为本身 HG 啊其实就细节比较少，所以说当前状态下看上去也还算可以。这款模型如果拼完了喷了个消光，我个人认为应该还算是比较好的。那么剩下的时间我们直接拼出来看一下最终呈现的效果到底如何。那么经过一段时间的拼装呢，这一款模型的所有东西我们就已经全部的拼完了。除了主体以外呢，还有一个小小的支架地台，以及一个观星者的光圈特效件，以及观星者专用的推进器背包了。这些东西啊，我们一会儿再来说。那么首先呢，我们来简单的看一下主体。因为在面向部分呢，其实这一块提供的贴纸啊，眼睛部分呢已经是歪的有点离谱了。如果说不是特别的歪的话呢，我可能就会直接选择贴纸了。但如果说歪的特别离谱啊，这一次呢，我就直接选择了补色。内部眼睛部分呢，因为是红色零件，所以说我先打了一层黑底，然后呢，用绿色零件在眼睛的部分呢，给它进行了一个简单的点缀。其实这个部分呢是有一个凸起细节的，所以说各位直接把那个凸起细节给它补上就完全可以了，没什么问题。上方的红色这个小玩意呢，其实呢，因为也是属于贴纸的，这里啊我直接使用红色进行了一个简单的补色。监视器部分我呢也是采取了一个绿色的进行一个简单的补色。那么整体啊，其实看上去也还算可以，算是高高里边面向比较正的一款了。头部两侧的出气口这里呢，我也是用渗线液给它稍微的涂了一下子，这些啊其实也是常规操作了。那么整个头部后方呢也是还有这个黑色的条纹，这个呢都是贴纸了，但是头部这个部分呢没有办法进行补色，因为这里边的刻线啊已经是糊没了，所以说这个地方呢还是建议各位用贴纸去给它进行一个补色。那么这款模型呢，除了提供了一个全身的黑色贴纸以外，还提供了全身的这种带有反光效果的金色贴纸吧，或者是称之为黄色贴纸。这个部分呢肯定是没有万代那个金色贴纸好了。万代的 HG 观星者我没做过，但是我曾经做过一款万代的 HG 观月者。这款模型啊，其实贴纸呢也能体现出来万代呢在观星者这款模型身上所采取的一个贴纸。但是其实我这台观月者啊，价格呢是在100多元就买的，贴纸呢效果确实挺好，但是基本上是没有办法完完全全贴合的，这个粘性真的不太够。那么头部依靠了一个配色线加一个球形关节进行连接，但是这个头部的活动时非常容易脱落，需要各位对于这部的球形关节呢进行一定的加固。胸部算是这款模型里问题最少的这么一个部分了，基本上没有涉及到什么修件的或者其他的东西啊，不对，中间的孔位可能稍微的修一下，但是其他部分呢其实处理的还好。我一直感觉就是观星者后方的这个接口啊，有点像一个笑脸一样，感觉挺可爱的。胸口这里呢，除了下端的黑色，剩下的都是通过分件进行实现的。但是上端这个部分呢，原本应该有一个刻金细节，这个地方已经是糊的稍微有些肉了。有感兴趣的朋友，我建议呢这个地方给它稍微的加深一些刻线。整个胸部通过一个柱形卡榫进行连接，这个部分呢只能进行左右旋转了。作为一款老 HG 来说呢，观星者在肩膀部分呢采取的结构也是非常的老的。可以看到这个部分呢是采取了一个双球形关节进行的连接。这个结构的话呢，其实对于现在的模型来说，真的是非常非常少见了，甚至说根本没有见过这种情况。我呢，只有在拼 HG 观星者的时候才遇到过这种双球形关节的肩膀活动。而且这个肩胛活动呢，在整体的活动性上限制还是比较大的，手臂只能平台到这里，旋转的话呢，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也就是在前摆和后摆呢这个地方限制还是比较大的，但是紧实度目前来说还是可以的。肩胛部分其实设计也比较简单，就是一个简单的左右合，上方的黑色条纹呢都是采取了贴纸进行一个简单的补色，上臂的前后的黑色呢也都是通过了贴纸进行补色的。再来，整个手臂后方的装甲外方的装甲呢，这个部分有点类似于强袭自由的那个小盾牌了。上方的红色是分件，黑色呢就完完全全是采取了贴纸进行补色的。这里其实还有一个比较古老的结构，那就是手臂这里啊，其实是一个贯通的一个柱形卡榫，从上臂一直贯通到手肘部分，所以手臂的整体活动性啊，只能达到曲肘幅度90度左右。手腕部分呢是采取了我们常规的这种可动手了，通过一个球形关节进行连接，而且手腕部分其实还有一段小小的关节能够进行一定的活动。
这款模型在武器方面的配置仅仅只有一把小小的光束步枪了。别看这个步枪比较小，但是呢，它是通过4个分件进行实现的。总感觉万代早期的良心还是比较好的。前金甲部分可以通过一个连轴的球形关节连接，同时也可以剪断进行分别的活动。上方呢是通过了一个黑色贴纸进行补色的，内部是没有任何的细节的。侧金甲部分是通过了一个 PC 件进行连接，能够进行上抬以及下抬、旋转，这些都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但是上方呢并没有任何的贴纸进行补色，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进行渗个线。后金甲为不可动结构，上方的黑色呢为贴纸进行补色。整款观景者我认为最大的问题应该就是在这个腿部了。首先因为是老结构的缘故，所以说呢在腿部、胯部是采取了一个球形关节进行连接。这个球形关节呢对于 HG 的把玩效果真的是会有一个大大的限制。至于观景者这种机体，我总想摆出一些腿部大范围的动作，呈现一个浮空的动作，但是基本上是没有办法实现的。而且由于比例上的问题，其实这个腿呢在摆动的时候真的不是特别的好看。大腿的上方和后方是采取了黑色贴纸进行补色，膝盖以及脚腕或者说呢脚掌部分都是采取了贴纸进行补色，这些都是无可厚非的了。而且呢，因为这款模型的机设缘故，所以说呢在脚部是采取了一个半露式的骨架设计，但是其实这个骨架也仅仅就是一个左右合，没有办法进行一个完整的展示。但是 HG 观景者在腿部呢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设计，就是在后方的推进器它设计了一个夹方。可以打开内部的推进器呢，小喷口也是可以有一个的活动的，这个细节刻画其实还是比较还原的，而且设计的分件也比较不错。脚腕部分有一个大范围的前抬的活动，这个呢是通过了一个 PC 件加上一个小关节进行连接的，整体的活动紧实度还是比较好的。但是我总感觉如果脚掌能够向后往后压会更好一些。之后呢，整个脚部是通过了一个球形关节进行连接，但是这个球关节因为结构的限制，只能够进行左右旋转。侧摆以及整个接地性其实不算特别好。那么除此之外，整个腿部的活动性呢，相对来说还算是比较好吧。除了胯部的那个关节还是其他的问题没有什么太大的。但是大腿在活动的时候呢，稍微有一次松，一不小心可能就会脱落了。屈膝活动能够达到180度，不对，接近于180度吧。但是这个活动总感觉不是特别的好看，总感觉没屈过去一样。观景者最标志性的呢，应该就是它这个环形背包了。整个背包其实就是一个大型的推进器了，也就是速热电厂所称之为的光辉传递者。这个名字真的非常好听配合上观景者这个机体的名字，真的是，这实在是太喜欢了。整个背包呢，通过一个3点式的固定进行插在上就可以了。整体的固定效果相对来说还算是比较紧实，但是总感觉这个地方呢还是稍微有些松，所以说感兴趣的朋友稍微的给它加固一下，可能会更好一些。观景者后面的一个大圆环呢，是通过了2个零件进行一个左右合的连接，这个方呢都是有卡榫的，所以说基本上不用担心它会自动的分开。整个机械臂是通过了这么一个活动关节进行展示，2个机械臂呢都可以拥有大范围的活动关节，所以说呢想要摆出任何的 pose 基本上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而且当前这个机械臂的整体的把持力度还是可以的，但是这里边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上方柱形卡榫呢连接这个 PC 件的时候，这个地方其实在活动的时候可能会稍微有些松，需要各位进行一定的加固。那么除此以外这款模型在主体方面呢，就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了。那么在支架地台部分呢，除了原本的一个最普通的这么一个早期的小地台了，剩下的话呢，就是提供了这么一个新规的零件，直接插上去。上方呢是带有3个透明件的光圈的，这些部分的提供中间呢是通过了一个金属杆连接的。在 HG 模型上提供金属其实也不算特别常见吧？不对，某些模型上它会给铁丝，那个应该也算金属了。那么整个光圈是可以进行一个大范围的活动的，就像一个星球一样了。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各位可以摆出自己想要的造型，这个设计我个人是蛮喜欢的。我们调整好后背光辉传递者背包的这么一个搭载样式呢，之后我们直接将观景者插在底下，就可以实现整个观景者的一个搭载样式了。之后调整光圈呢，就可以实现观景者的光辉传递者远距离的光辉传送了。其实当前这个造型我个人呢真的是蛮喜欢的了，但是由于这款模型的可动其实真的不算太好，所以说呢在主体部分想要摆出一些比较好的 pose 可能会相对来说稍差一些，但是你要说摆出一个什么浮空前进的这么一个动作呢，基本上还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的。那么本款模型呢，其实相对来说还是有一个比较简单的修件建议的。其实修件的部分并不是特别多，当然了，这些部分呢可能并没有代表所有，所以说各位可以简单的作为一个参考。首先就是在胸部的第15和第16这2个零件呢是需要进行一定的扩孔的，再来就是 B26 这个白色外甲是需要进行一定的扩孔，然后 B27 这个小白色零件也是需要进行一定的扩孔。
C5、C6 这样的手臂左右核呢是需要进行一定的扩孔的，而这个 D18 在安装的时候它非常容易弹出来，所以说我建议先将 C5 和 C6 简单的粘合带插在一起，然后呢把 D18 插里边去之后，快速的给它摁进去，直接起到一个非常好的固定效果。然后脚底板的 A9、A10， 腿部的 D21 和 D20 都是需要进行一定的扩孔的。在裙甲部分呢，就是后裙甲的 B15 是需要进行一定的扩孔，下方的 A13和 B29 这两个零件是需要进行粘死，给它粘在整个胯部的。然后呢，在整个的 C13 和 C15 之间呢是需要进行一定的扩孔的。那么这款模型其他的就没有任何问题了。如果说有一些关节松动的话呢，需要各位稍微的用来凝胶给它加固一下。那么本款模型我个人认为其实相对来说还算是一款在20多元19块钱呢这个档位比较能看得过去的一台模型。眼部呢简单的给它补一下色，其实相对来说就会好一些。高高的魔神脸我自己呢也是见过很多了，因为我相当于已经是快把高高全系列所有东西全部给做了一遍了，所以我个人针对于高高的素质表现呢，其实心里边还是有一个简单的排名的。如果是真要论排名，观星者绝对可以排在前列。虽然说可动不行，但是外观以及它这个名字我是真的喜欢，这个名字真的是给这个台模型的加分一个很大的项了。那么这台观星者不知道各位感觉怎么样呢？本期的 C 狗模型分享到这里就已经全部结束了，下一期我们不见不散，拜拜。